上期说到，随着苏联的解体，一直需要苏联输血的南也门为求自保，不得不选择北也门主导下的统一。不过在当时，南也门人就清楚，南北统一只是苏联解体后的权宜之计。短短4年后，恢复元气的南也门就选择撤回前言，恢复独立。然而，都煮成熟饭了，怎么可能再吐出去？面对南方的出尔反尔，北也门直接出兵，通过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北也门不仅避免了国家分裂，还彻底收回了南也门政府仅有的自治权。在1994年也门内战之后，北也门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统一大业，也门自此走上了大一统的发展道路。然而，在北部荒山中崛起的一个小组织，将会在短暂的和平之后，掀起新一轮腥风血雨。看过上一期内容的朋友们都知道，1994年的北也门政府全称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这个国家诞生于1962年的一起政变。而在政变前，统治北也门的是名为穆塔瓦基利亚王国的国王政府。中东的所有问题都同宗教扯不开关系，而1962年被推翻的也门王国便暗含新一轮也门动乱的线索。政变前的也门国王信仰伊斯兰教宰德派，该教派是什叶派的分支，在以逊尼派为主的阿拉伯世界中属于小众教派当中的小众教派。然而北也门是唯一一个以这个小众教派信徒为主的国家，这一事实导致了北也门的全部邻国都反对小教派出身的国王。但是在北也门国内，这个小教派却有着极为深厚的群众基础。1962年的政变发生之后，北也门革命者在埃及等国的支持下迅速夺取了首都政权。但是在广袤的农村地区，以宗教人士为主的国王的支持者同新政府之间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对抗。对于当时的北也门新政府而言，统一南北也门是最高的政治正确，可是不结束北方的内战状态，南下统一就无从谈起。为了赶在南也门彻底独立之前结束战争，北也门革命者最终选择了妥协。他们在内战中不仅没有清算北方的宰德派人士，还将国王政府中的一部分官员请回了新政府。不过北也门人倒不是不知道斩草不除根会后患无穷，在他们看来，被逊尼教徒包围的也门不会有宰德派的市场，而且新政府只要坚定推动世俗化，那么宗教早晚会被扫进垃圾堆。然而北也门却漏算了一点，虽然北也门被逊尼派包围，但是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一个什叶派国家。同国王支持者妥协之后，北也门度过了波澜不惊的70年代，但在这个10年的最后一年，发生了一件改变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大事。大阿拉图拉·霍梅尼带领的宗教保守势力推翻了伊朗国王政府，并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什叶派伊斯兰政权。同一盘散沙的逊尼派不一样，伊朗是什叶派的绝对老大。在王国政府时代，追求世俗化的巴列维王朝一直在压制伊朗国内的宗教势力，而这种压制反而导致宗教势力在卷土重来之后更加热衷于对外输出什叶派意识形态。伊朗伊斯兰政府成立之初，其邻国伊拉克就察觉到了这种威胁，但是有阿拉伯世界支持的伊拉克依然没能在两伊战争中打赢伊朗。两伊战争结束之后，自觉已无敌于中东的伊朗开始在暗地里加大了对零散分布在逊尼派世界中的什叶派信徒的投资。就这样，也门宰德派进入了伊朗的目光。虽然严格意义上来讲，宰德派同伊朗本地的什叶派属于不同分支，但是伊朗对外输出革命的实质并非是推广什叶派信仰，而是以信仰为借口扩大伊朗国家的势力范围。同时，宰德派所处的也门位于沙特的正南方，在两伊战争后，沙特已经成为了伊朗称霸伊斯兰世界的最大阻力。如果能扶持一个亲伊朗的也门政权，那么将会极大地压缩沙特的战略空间。基于以上考虑，伊朗在结束两伊战争以后，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对也门宰德派的支持。1992年，在伊朗的秘密支持下，宰德派宗教领袖侯赛因·胡塞于也门北部的山区中创建了名为信仰青年的宗教团体。起初，侯赛因·胡塞的路线并不是武装反对也门政府，也门近半数人口都是宰德派信徒，只要争取到这部分人的支持，他便可以兵不血刃地夺取也门政权。然而巧合的是，1990年当选的也门总统萨利赫正是一位宰德派信徒。对于胡塞来说，这个巧合并不是一件好事。总统是宰德派，意味着信仰青年不是信徒们的唯一选择。此时组织尚弱，又缺乏大义名分，贸然挑起内战必然是死路一条。于是胡塞有一搭没一搭地进行着合法活动，
还一度成为萨利赫政府时期的也门众议员。然而，萨利赫作为什叶下属的宰德派信徒，不仅不强化也门国内的什叶宗教势力，反而奉行亲美反伊政策，甚至同海湾的逊尼派国家眉来眼去。这事胡塞忍得了，胡塞背后的金主伊朗可忍不了。在目睹萨利赫有终身任职也门总统的倾向之后，伊朗认为通过常规手段已经无法影响也门政权，于是他们要求胡塞放弃妥协路线，起兵反抗也门政府。就这样，在伊朗的赶鸭子上架下，信仰青年不情不愿地于2004年开启了武装颠覆也门政权的序幕。其实胡塞的想法完全正确，他在此时领导组织起兵就是一个九死一生的行为。在这次也门叛乱中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胡塞本人于当年9月阵亡。但是胡塞的死实际上在伊朗人的预料之中。伊朗知道很多时候死人比活人好用。作为宰德派最负盛名的宗教领袖，胡塞是也门宰德派信徒心中的一座图腾。如果他在与政府军的战斗中身亡，那么也门人对叛乱的同情就会大大加强。果不其然，在胡塞死后，伊朗指示胡塞的追随者们将组织名称由信仰青年改为胡塞组织，并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投资。就这样，借由胡塞的死，一场小规模叛乱最终成为了揭开也门国内无数对立的序幕。在最初，胡塞叛乱对于也门政府而言并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当胡塞本人战死并被封圣之后，情况就出现了变化。2004年正值美国全面入侵伊拉克后的一年，整个中东此时都弥漫在极端的反美情绪当中。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以保守著称的团体领袖打着反美旗号，以以卵击石的觉悟对抗亲美政府，并用生命证明自己的纯粹动机，对于当时的也门人而言，其煽动力之强可以说是难以想象。也门政府军在起初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露头的叛乱团体，然而民心思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加入这个叛乱团体，而伊朗提供的武器又快速将这些年轻人转化为战斗力。就这样，胡塞武装在也门北部逐渐有野火燎原之势。7年的叛乱之后，他们已经在也门最北部的2个省份站稳脚跟，俨然成为了国中之国。但此时的胡塞武装充其量只是也门国内的军事割据政府，但另一件大事的发生，最终为胡塞武装成为也门霸主铺平了道路。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革命的浪潮很快波及到阿拉伯半岛上的也门。萨利赫此时已经在也门总统的位置上待了22年，算上他担任北也门总统的时光，这个老头已经统治了也门将近半个世纪。阿拉伯之春发生之后，愤怒的人群自然而然地将全部的不满发泄到萨利赫身上。而在此时，不仅胡塞武装在等待这个机会，蛰伏了20年的也门南部独立势力也在等待这个机会。在多方势力的围堵之下，萨利赫于2011年11月交出权力，他的黯然退场让整个也门都出现了权力真空。前南也门首都亚丁逐渐在南部独立势力的支持下，成为也门全国的政治中心。而在近似权力真空的北部，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支持下攻城略地，并于2014年成功攻下首都萨那，在事实上接管了也门政权，成为了新的也门北朝。胡塞武装攻下首都不是也门故事的结束，而是另一段故事的开始。胡塞武装的胜利从实质上讲是伊朗影响下的什叶派武装的又一次胜利。2015年3月，失去首都的也门总统哈迪逃往亚丁，并宣布这个前南也门首都为也门的临时首都。而锋芒正盛的胡塞武装已经开始集结部队，准备毕其功于一役，攻陷亚丁湾，统一也门南北朝。然而就在这个统一关头，逊尼派阿拉伯世界坐不住了，他们已经在之前的多次战争中接连输掉了叙利亚、伊拉克与黎巴嫩。如果允许胡塞武装就这样接管整个也门，那么逊尼派老大沙特将彻底被伊朗控制的什叶派团体包围。于是，在胡塞武装即将统一也门全国的前一刻，沙特阿拉伯宣布响应也门政府号召，出兵15万组建阿拉伯联军，击退咄咄逼人的胡塞武装。胡塞武装究竟能否顶住沙特阿拉伯的美援军队？关注历史微见，我们下期再见。